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为了给药老找修复本源魂器的魂因果，萧炎带着小医仙几人前往兽域，等待远古遗迹的开启。紫妍一路上都在抱怨兽域没什么好玩的，去那里干嘛？萧炎用药丸哄好他后，目光就转向一旁的穆青鸾，让他介绍一下兽域的势力分布。兽域聚集了斗气大陆上近70%的魔兽家族，其中包括魔兽界的3大族群：天妖皇族、九幽地冥蟒和太虚古龙。天妖皇族强者如云，即使现在萧炎已经晋升斗尊了，但穆青鸾还是建议他最好在进入兽域之前想办法解决掉身上的妖皇血晶。九幽地冥蟒族是兽域中附属族群最多的，他们的数量也是3大族群中最庞大的，但数量大的同时，他们的血脉也越来越不精纯。至于太虚古龙一族，因为太过神秘，穆青鸾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这一次的远古遗迹就在兽域的骸骨山脉，那里属于九幽地冥蟒族的领地范围。如今的兽域因为远古遗迹的出世十分骚动，萧炎一路往骸骨山脉去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目的地一样的强者，他忍不住皱起眉头，这些强者和一些大势力都是被传闻中的天阶斗技吸引来的。萧炎不打算淌这个浑水，决定到时候拿到魂因果就走。到达骸骨山脉后，穆青鸾捏碎联系星陨阁长老的古玉，星陨阁驻守在这里打探情况的胡长老很快就赶了过来。见胡长老像是刚与人交过手的样子，穆青鸾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胡长老和另一位齐长老奉命前来探亲情事，他们找了一处离远古遗迹不远的山峰作为驻守之地，但他们刚想搭建营地，却遇上了风雷阁的人。风雷阁为首的是雷尊者，他们直接将星陨阁的人撵了出去，还将齐长老给打伤了。萧炎见到受伤的齐长老后，才知道打伤他的竟然是他的老冤家费天。萧炎给了一枚丹药，让齐长老疗伤，便带着星陨阁的人前去砸场子。如今的风雷阁因为和天妖皇族的关系，行事越发的嚣张，这次更是直接扇了星陨阁一个耳光。萧炎现在既然是星陨阁的少阁主，自然要维护星陨阁。他带着一大群人声势浩荡地踏上原本属于星陨阁的营地。此时的雷尊者正在帐篷里招待客人，其他几名阁主在外警戒，发现有人打上来，费天和以前一样想拿出风雷阁来压人。话还没说完，萧炎带着人缓缓从山下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见到萧炎那张记忆深刻的脸，费天的脸色立马变得十分难看。萧炎当年让他丢尽了颜面，再见到他，费天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见到萧炎身后星陨阁的人，费天脸色狰狞的让身旁另外2位阁主将萧炎交给他，他要让萧炎把当年的债好生的还上一还。只是可惜放大化的费天被萧炎随手一掌就给制住了。萧炎一边笑着说，雷尊者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也不怕弱了你风雷阁的名头，一边屈指一弹，将费天的胸膛直接往下陷了半寸，他的身形也跟炮弹般直接砸在了营帐中，整个营帐直接爆裂成无数块碎布。雷尊者手中拎着重伤的费天，怒斥萧炎好大的胆。虽然他的嘴上放着狠话，但心里却十分震惊。他没想到萧炎竟然在短短2-3年的时间内突飞猛进，达到了斗尊的级别。雷尊者让萧炎最好是快离开，看在风尊者的面子上，他可以不跟萧炎这个小辈计较。萧炎点亮嘴炮的技能，嘲讽风雷阁在这么多人面前肆意对星陨阁的人出手，难道也是因为风尊者的面子？雷尊者被萧炎接二连三的话气得笑了起来，不打算再和萧炎费嘴皮子，他倒要看看以萧炎这刚刚进入斗尊的实力，今日有什么资格取回星陨阁的营地。看到萧炎释放出他的紫褐色火焰，雷尊者身上也闪烁着无数的银色雷光。就在2人剑拔弩张的时候，雷尊者身旁身着虎纹衣袍的老者开口说，今日皆是误会，星陨阁的长老是被费天出手误伤的，如今费天也被萧炎重伤，两相抵消，他希望萧炎能看在他大地虎族以及银月狼族的份上就此罢手。有人给台阶下，雷尊者立马开口，正准备不要脸地说不与萧炎计较，萧炎就手掌轻挥，身后星陨阁的弟子立刻让出一条通往山脚的路。萧炎嘴上说着，既然这位老先生这般说了，雷尊者请吧。萧炎的话让雷尊者和他身旁的人脸色一沉，虎族的老者让萧炎不要将事情做得那么绝。萧炎反问他，风雷阁在众目睽睽之下毁星陨阁的名声，难道还想让他萧炎脸上带着这一巴掌回星陨阁不成？面对气势突然变得咄咄逼人的萧炎，虎袍老者面色冰冷地说，这里是兽域，不是你萧炎能够撒野的地方。另外一名银发老者让
萧炎立刻离开这里，否则会让萧炎这个小辈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说完，两股浩瀚的气息从他们两人体内暴涌而出，3名斗尊强者恐怖的威压对着萧炎一行人而去。萧炎缓缓吐出一口气，再度踏出2步，手指指着山脚的方向，低沉的声音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边响起：最后一次，从这里滚下去，或者躺着下去。萧炎的声音落下后，他的身后3股恐怖的气息瞬间强行震散雷尊者3人的能量威压。在4名斗尊的气息反扑下，雷尊者3人脸色一变，往后退了2步。停下脚步后，雷尊者一脸震惊地看向小医仙和天火尊者，他们俩的实力都在3星斗尊巅峰，丝毫不比雷尊者弱。雷尊者脸色阴沉地盯着萧炎，咬牙切齿地说：好小子，早知今日，当年就该出手将你斩杀。萧炎微微一笑，完全不理会他这种马后炮的话。雷尊者强行忍住心头的怒火，他很清楚，按照如今的局势，萧炎一行人完全有实力将他们扔下山峰。天阳皇族的强者还没来，现在只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雷尊者带着身后垂头丧气的风雷阁弟子下山，经过萧炎身旁时，他脚步一顿，让萧炎不要高兴得太早，今天的场子他迟早会找回来。萧炎只笑着回了他随时恭候4个字，望着犹如丧家之犬一般撤退的风雷阁弟子，星陨阁的弟子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他们看向萧炎的目光中也多了些许尊崇和敬畏。从胡长老这里，萧炎知道远古遗迹藏在空间封印中，因为这个封印有限制的功效，目前还没有斗尊强者进去过。好在这个封印顶多再有几天的时间就会消散，到时候他们和等候在这里的强者就都可以进去了。萧炎心头一动，问胡长老有没有发现魂殿的人。魂殿的人向来诡异莫测，即使是来了，以胡长老他们的实力也发现不了。穆青鸾很奇怪，骸骨山脉可以说是九幽地冥蟒族的地盘，以他们的性子，竟然没有封闭山脉，反而让消息给传了出去。胡长老说，九幽地冥蟒族如今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来管这个远古遗迹。根据他们打听到的消息，最近九幽地冥蟒族的不少强者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失踪的这些强者中还有1名斗尊强者，而对他们出手的还是同一个人。现在的九幽地冥蟒族正在疯狂寻找凶手。萧炎沉吟片刻，下令让星陨阁的人这几天不要到处走动，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晚上，萧炎盘坐在山顶边缘的一块巨石上，他握紧拳头，决定等将药老的躯体问题解决了，就动身前往古族，谁也别想阻拦他和薰儿在一起。而后，萧炎又想到彩铃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就在萧炎精神恍惚，想着自己的孩子不知出事了没有的时候，一道细微的破风声突然在夜空中响起。萧炎猛地转头，便看到一道黑影扑向紫妍的帐篷。黑影戴着一张有些狰狞的鬼神面具，身材凹凸有致。萧炎的身形朝着黑影而去的时候，黑影面具下突然爆发出一股奇异的绿芒，照射在被惊醒后退的紫妍脸上。就在紫妍神志有些恍惚的时候，她的脸上突然紫气涌动，一条半尺长的紫龙浮现，仰天怒吼。看着紫妍脸颊上的紫龙，黑影顿时一愣，惊讶地说：怎么不是蛇？这时小医仙、天火尊者和熊战都出现了，萧炎让他们看住紫妍，自己则找上黑影打了起来。黑影在发现自己找错对象后，就准备赶紧溜。萧炎追上黑影，被火焰弥漫的拳头狠狠砸向对方。黑影面具下再次闪动绿芒，一道壮硕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挥出一拳和萧炎的拳头撞击在一起。萧炎被撞得连退了好几步，等回过神后，壮硕人影和黑影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萧炎的眉头紧皱，不知道这个黑影是什么来路。这时突然出现3个九幽地冥蟒族的人，他们从萧炎的身上闻到了自己要找的人刚和萧炎动过手，碍于萧炎斗尊的实力，他们只是看了一眼就消失在山林中，继续去追自己的目标了。萧炎回到营地后，将先前的事说了一番，在听到刚刚的黑影是导致九幽地冥蟒族强者失踪的凶手后，熊战骂骂咧咧地说，下次看到他非得打爆他的脑袋不可，紫妍这个小祖宗要是出了事，他绝对要遭殃的。萧炎让紫妍这段时间不要落单，九幽地冥蟒族那些强者应该都被黑影给控制住了，先前出手拦住他的与刚刚遇到的九幽地冥蟒族的强者气息有些相似。这个黑影是谁呢？大家应该都能猜到吧，马上就有一个熟人要上线了。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